那么在接下来的2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性格心理学跟心理疾患。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单元我们先来谈一谈性格心理学，在后面的单元呢，再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于心理疾患的相关的这些问题。那所谓性格心理学或者常常各位可能会听到所谓的人格心理学也就是英文 personality 这个字。那么心理学界大概基本上都同意说把它翻译成性格心理学是比较符合我们在专业上的这些要求。那所谓性格或者是 personality 指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经常跟别人这个交往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似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期待他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行为会如何等等然后这个他个人的这些所谓风格或者意见或者行为呢，跟其他人不同所以我们讲这个性格 personality 的时候，主要指的就是一个独特或者具有特色的属于个人的思想情感还有行为的这些模式那这些就足以能够反映他个人他在跟周遭的环境跟其他的人所以周遭的环境就是比较物理性的环境，或者是跟这种比较社会性的环境互动的这些方式或者风格，这个我们称之为性格我们期待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思想情感甚至行为的跟外在这个世界互动的这个模式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其实性格心理学家从一开始研究这个性格的问题的时候，就非常努力的想要尝试用一些比较严谨的正式的这个测量的方法来评估性格。在欧美这个发展的时候，一开始当然我们在比如说这个字典或词典里面经常看到可以描述个人的这些特质的很多的形容词，那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可是呢，你打开这个字典来看可能都是上万个有些相似有些不相似的形容个人这些特质的这些形容词，如何把这些描述个人特征的这个形容词把它减少到它一方面可以涵盖我们性格的这个多样性可以反映各个这个面向，但是呢它又是 manageable 也就是说它不会大到变成是杂乱无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发展这样的测量的工具的时候，要确定这样的一个测量工具是一个所谓可信或者稳定的reliable 的，而且是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工具所以稳定的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间测量的时候，他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有相同的这个反应。那么有效的就是指的说你如果是要考地理的科目，就应该设计地理的题目，而不是历史的题目反之亦然，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效度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测量性格的这些工具之后我们要能够去描述说不同的人格特质或者性格的特质之间可能有的关系，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些测量出来的性格可不可以跟他自己可能做出来的行为之间有一定的这些关系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有这样的测量来帮助我们做实证这样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除此之外呢，除了谈到这些性格的测量之外，我们也会跟大家谈5种重要的取向这边我们就稍微提一下。第一种呢，就是非常具有影响力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影响心理学研究的所谓心理分析或是精神分析的取向那英文称之为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那第二就是行为主义的取向行为主义相当一段时间也是在这个心理分析之后了，那么对整个心理学界发生非常大长久的这个影响那再来就是大概在20世纪的后半叶的认知的取向那么再来就是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取向，最后呢，我们也会谈一下所谓演化的这个取向，从演化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这个性格的这些特质所以让我们再回到有关于性格的这个测量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最早1957年就已经有这个 Raymond Cattell 他研究16个因子也就是这些不同的描述人格特质之间的这个因子之间有相关。那么在英国的这个学者 Hans 这个 Eysenck 他也设计出来2因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主要是针对所谓内外向 introversion 跟 extroversion，
还有这个所谓neuroticism 啊，就是这个神经质啊，一个人这个情绪的变异的这个程度了，它的这个稳定的这个程度等等哈。那这些早期的这个研究哈，后来啊，当然相关的研究非常多哈。那现在大致性格心理学家比较同意的是5种所谓5大因素哈，各位可能也曾经听说过哈。那这5大因素啊，分别就是所谓的开放性啊 （openness）、自觉性 （conscientious），有时候我们翻译成认真性哈，或者是外向性（extra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 哈，然后这个神经质哈。那所谓的开放性，它就包括说你到底是比较保守，还是比较开放哈，比较有创意，还是比较喜欢冒险，还是说你是非常不愿意去这个冒险的人，还是说你是保守，还是比较自由的人哈。那么 conscientious 则就是说你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人，还是说随自己的意思而做等等哈。所以这些5大这个特质哈，现在是大部分性格心理学家所同意的哈。这个很有趣，就是你如果看每一个这个特质的英文的第一个字啊，把它合在一起啊，就是英文 ocean 这个字哈 ，OCEAN 啊。另外，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就是这个怎么样利用这些问卷的方式来测量这个性格哈。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我们称之为 MMPI 哈。它这个是 Minnesota Multifaceted Personality Inventory， 就是明尼苏达多面向性格的这样的一个问卷或者这样的一个测验哈。那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要比较的是一般人跟这种临床上面已经鉴定的可能有一些异常哈，比如说你可能有这个妄想症的人，或者是说你会抱怨你的很多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的人，或者是你是有这种忧郁症的人等等哈，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 Criterion Key 的这个 method 哈。那这个方式意思就是说，我要找出来这些的人格的特质，要能够帮我有效的区分正常人跟临床上诊断出来哈有这些心理疾患或者心理的这样的问题的人哈，来作为他的一个校标啊，作为他的一个效度的判断的这个标准哈。这我们把它称之为 Criterion Key 的这个 method 啊。在这个量表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特性，就是它其实有3个它称之为 validity 的这个 scale， 就是一个检查说这个量表的他回答哈，任何一个人回答的这个内容，我要不要相信他的这个内容的哈？再包括说你有没有说谎啦，还有你有没有重复啦，还有你有没有经常的在改变自己前后答案不一致的这个情况。总之，在这些检查你的效度的量表上面表现太高的人，可能你的问卷的结果呢，我就不能够采信哈。那另外一个跟这个非常类似的是叫做加州性格这个测验或者加州性格量表哈。好，那这是几个我们常听说到，一个是 MMPI 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 CPI。那么最后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些量表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测量性格的这些方向哈，但它并不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性格的这些理论哈，而是只是怎么样评估一个人性格特质一种方式跟一种方法。